考古学家考察位于中国西部吐鲁番的古墓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熟悉的文物。虽然经过1000多年的淬炼，但那里依然有着一些小小的新月形水饺。到底是谁发明了饺子，仍然是一个谜。但也有学者猜测，他们最早是由生活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的游牧突厥民族在古时候将其传播至世界各地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突厥系语言中 mati 的意思是饺子或者包子，然后它似乎在其他几种语言中也作为饺子的词根。古代突厥人可能是用肉馅包饺子，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他们是否从别人那儿学会了包饺子这门艺术。然而无论如何，饺子肯定是在中国古代开始获得了人气。饺子第一次由文字记载了下来，1700多年前，在文人树溪的一场令人垂涎的狂想曲，树溪在他的诗中提及了某些来自异域的烹饪方法。他描绘了一种用小麦蒸成的食物，名为馒头。他虔诚地记录了揉面团的制作过程，称作烙丸。丸子里装满了猪肉、羊肉和香料，而后蘸一点黑肉酱，一口下肚，让人口水直流，好似梦之盛宴。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饺子在中国不断发展，一些地区不再使用传统的肉馅，而是开始包素馅饺子。由于小麦在中国北方以外地区更难种植，人们还发明了新的烹饪方法。其他地区的人开始用米饭、木薯粉和红薯来制作水饺。中国不同地区的饺子与历史的联系很难准确追溯，但是食品历史学家根据现有的线索做了最可能的推测。突厥部落散布，最终在公元1300年左右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并将包裹好的食物带到了西方。在现在的土耳其，大多数人由于伊斯兰教的饮食限制，不会用猪肉包饺子，而是由羊肉等食材做饺子馅，淋上大蒜、酸奶和热黄油，然后再撒上香草和香料。有学者认为，蒙古帝国也帮助传播了饺子，也许是他们将饺子带到东欧部分地区。这些饺子可能来自中国，或直接来自蒙古人雇用来管理其帝国的一些突厥人。有人认为，这就是为何出现了像是俄罗斯饺子，还有更大的波兰饺子和乌克兰饺子，主要食材是土豆、卷心菜、奶酪和樱桃之类的东西。蒙古帝国也控制了朝鲜，并可能也在那里引入了饺子。在那里 mando 可以跟泡菜等地方食材同食。后来当品种多样的中国饺子被介绍到更多国家之后，说英语的人开始叫称之为 dumplings 饺子，这个词的意思是小肉块，并且认为最早始于16世纪的英国，是被用来描述吊在液体中的面团球。像德式土豆饺 canoodle 和脆饼面丸，它们没有馅，所以这个词实际上是令人困惑的不准确，但它仍然被记住了。当日本在2战期间占领中国时，中国的饺子被带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又被称为 gyoza， 并且通常是被煎炸的。那么在意大利的每个地区，为什么都有自己各式各样的意大利饺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征服者在9世纪和11世纪之间，他们统治西西里的时候带来了饺子，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此观点。不太可能所有饺子式的菜肴都是来自同一个传统根源，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只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烹饪家共享了相似的灵感。把烹饪馅料包裹在面团中会很好吃。无论如何，我们都感谢这些丰满的完美口袋，以及让饺子多样和神圣的、错综复杂的、神秘的历史网。TED-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